瑶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慕瑶，你怎么能在实验数据上作假呢？你这是学术不端，你会连累学长们的。你最好少管闲事，只有实验数据完美，学长们才能发表，我才能以1座的身份得奖。你这是学术不端，情节严重的话，你会害他们坐牢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之前抄袭你的论文通过了韩教授的考试，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有人发现吗？原来真的是你抄袭了我的论文，可韩教授跟学长们他们都以为是我陷害了你，反而对我横眉冷对。是啊，这几年你为了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，真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，可惜了，最后都成全我了。不行，你会害了他们的，我不能让你这样做。学姐，你为什么要诬陷团队的科研成果是剽窃的？你之前诬陷我的论文是抄袭的也就算了，难道就因为我来了之后抢走了学长们对你的宠爱，你就要这样陷害他们吗？我以为你改好了，没想到嫉妒心还是这么重。我真的没有，是他想在实验数据上作假。别用这扫帚碰我，我嫌你恶心。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之前你诬陷慕瑶抄袭论文，我们勉强原谅你，让你将功补过。没想到你怀恨在心，竟然还想要报复我们。我没有诬陷，当时他的论文真的跟我一模一样。你刚说什么？证据就算你还想提来，我绝不允许像你这品德败坏学留在我的团队。我看监狱的生活更适合你。就是，把他关进去，让他好好学学怎么做人，必须得给他个教训，免得他以后来报复。早在他陷害慕瑶的时候就说过，把他踢出这个团队，以后可不能再对他心软了。我真的没有。学长，你以前说过你会永远相信我的，真的不是我。算了，还是放过学姐吧。她之前诬陷我被你们拆穿了，怀恨在心，所以才会又酿成大错的。都这个时候，慕瑶还在替你说话，舒兰州，你羞不羞耻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真的没有做过这种事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狡辩？舒兰州，没有你这样的学妹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韩伟辰就没有你这样的学生。我们也不认你这个学妹，滚出实验室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求求你们放我出去！我求求你们！我真的没有造假，我真的没有。听说是个高材生，因为学术造假诬陷学妹被关了进来，这么久了都没个人来看，真可怜。没什么可怜的，你知道不？他诬陷的人呢叫林慕瑶，是个很厉害的科研女生，刚刚拿了大奖，而且还有5个厉害的学长为她保驾护航，真叫人羡慕。就他这种阴险小人，只配烂在监狱里。走走走。你们不听我的解释，认定林慕瑶给我泼的脏水，将我关在这个监狱，夺妻致死。可到头来，还要用我的实验成果去成全林慕瑶的女神名声。如果有来生，
我一定不再多管闲事，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林慕瑶坑死。我要换专业，重新开始，远离他们。顾兰舟知道错了，就因为你诬陷慕瑶论文抄袭，还是成了抑郁症。他已经好几天不来学校了。我这是重生了。韩教授说了，只要你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慕瑶道歉，他就不再追究此事。方学长，我同意道歉。我不仅同意道歉，我还要换专业。这一世，我要亲眼看着这几个人跳进林慕瑶挖的坑。你同意了？为什么明明是最熟悉的兰州学妹，刚才给我的感觉却这么陌生？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现在就去跟韩教授说，你抓紧时间写道歉信，明天好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慕瑶道歉。上一世，这谣言就是林慕瑶自己传的，为的就是挑拨我跟学长们的关系。这一世，他要抢，那就让他抢。我倒想看看这5个人最后被林慕瑶耍得团团转的样子。哎，你瞧，那就是韩教授曾经唯一的女学生，因为嫉妒到处说实话抄了他的论文。他不就仗着自己专业成绩好，才让我们系的5位男神对他刮目相看。结果转系过来的林慕瑶不仅成绩不输他，长得还比他好看。瞧他那丑恶的嘴脸，给慕瑶提鞋都不配。真不知道咱们系的5位男神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护着他。你听谁说的？这次的事儿，5位男神可都站在系花这边。公开道歉的事儿也是骆学长的提议。原来是骆嘉玲的主意。骆嘉玲，整个团队学历最高的学长，不仅是学霸，还是系草。我当初会选这个专业，也是因为他，他曾经是我的偶像，不过现在不是了。兰州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真没想到你会为了考核做出诬陷别人这种下作的事。亏得慕瑶心地善良，你是没看到她被你害成什么样，人瘦了也变得憔悴，本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如今一点光泽都没有。等会儿你见了她，好好给她道个歉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杜学长。兰州那么倔强一个人，怎么变得这么平静了？慕瑶，学姐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是来道歉的。学姐，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呀？可我真的没有抄袭你的论文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告发到学校，让学校出面调查。我说了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虽然我们2个的论文有一些相似，我有一些疑惑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告发你，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。我知道这件事你不是有心的，可慕瑶却是因为你受到了伤害。如果不是你执意调查，现在外面也不会有人传言他抄袭，就让你道个歉，并不过分。况且兰州一直暗恋我，因为慕瑶的到来，察觉到我对慕瑶的照顾，所以开始嫉妒排挤你。但我只把他们都当妹妹。慕瑶被诬陷，也是间接因为我导致的，我必须帮她。你说的对，骆学长。你说的对，骆学长。骆学长，他以前从来不肯叫我学长，都是叫我嘉玲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故意生气使小性子？的确不过分，舒学妹，我和骆学长想的一样，相信你啊，不是故意的。但是啊，慕瑶妹妹她心性弱，你好好哄哄她，以后大家都是好同学嘛。你说的对，郭学长，我会好好哄她的。林学妹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让你受到了很大的委屈，是我不对，我诚心跟你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呀。
明明舒兰州性子固执又执拗，认定的事情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怎么就这么算了？这样我还怎么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？韩教授，你看嘛，我就说学姐她不会害我的，你就别生气了嘛。就算不是他的错，这件事也是他做的不对啊。人嘛，做错事总归要受到处罚的。舒兰州，你来说说应该怎么处罚你啊？我听教授的，反正我就要转专业了，随你怎么罚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的研究马上就要开始，就罚你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归档，也方便我们在研究时随时查阅。那就这样，教授，这是团队的开题报告。学姐，要不还是我来帮你吧，只要你不说，韩教授是不会发现的。这是他该受的惩罚，你帮他干什么？只要你不说，韩教授是不会发现的。这是他该受的惩罚，你帮他干什么？我是怕教授罚了学姐，学姐心里会不舒服嘛。你也别怪教授，比起处罚，只是让你整理整理资料，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。真是不放过任何挑拨的机会。我怎么会不舒服呢？林学妹，都怪我，刚才光顾着跟你道歉，忘记给你赔礼了。你看，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。哎，这不是骆学长当年送你的那块奖牌吗？这可是骆学长第一次参加医学比赛得的特等奖。这块奖牌，骆学长一直很爱我，当时为了哄你，对，那会儿我刚进入团队，做实验失败被教授骂，骆学长就拿这个奖牌来哄我，说能带给我好运。林学妹，我听说这一次的事情你受了很大的委屈，还得了抑郁症，所以我想把这个好运送给你，希望你能收下它。我确实很想要这枚奖牌，可这是陆嘉玲送给舒兰州的，我怎么能当着她的面收下呢？这是骆学长送给你的，我怎么能要呢？我听说公开道歉是骆学长的提议，想必他肯定是很在乎你，一枚奖牌而已，他肯定是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，骆学长？对吧，骆学长？他这是在怪我让他道歉，可这事明明是他的错，他怎么能这么小气？什么叫一枚奖牌而已？那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枚奖牌，当时满心有多欢喜，现在我就有多后悔。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不识好歹，亏我曾经还把她当成我最疼爱的学妹。舒兰州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骆学长难道是不愿意用它来哄小学妹吗？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呢。送出去的东西被人反手再送人，肯定不高兴呀。学姐，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？可你不是别人呀，你可是我们团宠的小学妹，骆学长不会不愿意的。我当然愿意。小学妹，这枚奖牌你一定要收好，不要学某些人，连最基本的送礼礼节都不知道。是我小看他，他竟然当众给骆嘉玲难堪，难道真的不想在团队里待了？你说说你，好好的，干嘛要惹骆学长生气呢？你到底还想不想好好搞研究了？骆学长他那么在乎林学妹，我以为他会高兴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会生那么大的气。对不起啊，小学妹，我也不知道骆学长他会不愿意。不就是茶艺吗？我科研都搞得了，卖个茶小菜一碟。我怎么觉得一心埋头搞研究的舒学妹好像变了？有了上辈子的前车之鉴，
我绝对不会再沦为那几个人的牺牲品。这一世，我必须转专业。他们误会我陷害林梦瑶学妹，我必须更加努力的做事，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。学妹，饿了吧？我特意给你带了饭过来。谢谢学长，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。都是我爱吃的，谢谢学长。这饭是我特意给林学妹带的。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啊，饿死啊，都活该，都活该。好浓的草药味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他可是穆斯德啊！都说我们系2个系草，一黑一白，白的是骆嘉玲，谦谦君子；黑的是穆斯德，阴郁冷厉。原来他就是穆斯德。这人跟骆学长不对付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既然是跟骆嘉玲不对付的人，我更要好好接触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早上已经惹骆学长不高兴了，别再做让他不喜的事。这边的资料就劳烦郭学长，我去前面看看。他刚才的眼神怎么会这么冷漠？他从来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，难道还在为早上我们逼他道歉的事生气？舒兰舟，你果然是一个小气的人。等着，我一定揭穿你的真面目，给林学妹出气。才甩个冷脸就受不了了，等我把你插在我身上的刀，一刀一刀还给你的时候，你又该如何？上一世因为家世和能力的关系，郭嘉良只能靠着讨好骆嘉玲才能站稳脚跟。一开始骆嘉玲看中我，他便利用我，在骆嘉玲面前拉好感。现在骆嘉玲宠着林慕瑶，他就靠着踩低我去讨好林慕瑶。郭嘉良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！穆教授您好，我想转到您的专业。我认得你，临床第一的天才医女，韩教授以前唯一的女学生。你不去他的医疗团队，为什么要到我的这边？我想做真正的科研，不想精力被分散到一些无谓的事情上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做极致的科研。虽然我的专业没有韩教授那么热门，但也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。接下来我们有个会诊，你必须要能背出我们师针2/3的学位，才能转到针灸科来。你来说说看。刚才一共施了2套针法，第一套针法的穴位是阿是、合谷、神庭、丰隆、神门、曲池、内庭、太冲、足三里、阴陵泉和百会穴。第二套针法的穴位是太溪、神门、复溜、曲池、关元、合谷、气海、水道。针灸前点的安神香有藿香、芝桂、艾叶、薰衣草，还有木香等。
你说安神香里面的药材成分是你闻出来的？我大2的时候选修过中药材药理课，当时为了参加药理知识大赛拿奖金，就学的比较刻苦。哦，我就说你的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原来当时就是你赢了我，夺得冠军，拿走了5万的奖金啊！不愧是第1名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舒兰舟同学，欢迎加入我们。谢谢陆教授。欢迎。谢谢陆学长。还好吗？又闻到了这股草药香。兰州，兰州。你醒了，你是因为流感更严重的胃病，再加上疲劳过度，所以才会突然昏倒的。谢谢你送我来医院，陆学长。别动，躺着好好休息。别担心，穆教授不是那种压榨学生的性格，你最好安心养病，等病好了再工作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没接电话。舒兰舟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，连骆学长电话都不接。我给他宿舍打个电话。他舍友说他生病了，下午就去了医院住院。生病住院了，带我们去看看他。哎，我们晚上不是说好了一块陪林学妹吃饭吗？他刚回学校，情绪还不太稳定，教授都说了，他不能受刺激。要是我们全部都去看兰州的话，那林学妹……你说的对，大家林学妹的事情的确不能反悔。兰州那边事先放一放，她一向懂得照顾自己，想来不会让我们多担心的。听学长的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舒兰舟要换专业了。你是说那个全系第1的舒兰舟？前段时间诬陷新来的新番学妹的舒兰舟，就是他。听说他都参加完换专业的考核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你们说什么呢？骆学长，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你们刚才说舒兰舟要换专业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现在正在准备我们医学院韩教授的最终考试，不可能换专业。我们也不清楚，只是听别人说而已。不管你们听谁说的，以后这种子虚乌有的谣言不许再传。好。我跟你们说，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散播的谣言敲打我们的。兰州一向心思单纯，应该不会故意这么做吧？那是以前的兰州小学妹，现在的她，自从慕瑶来了以后，就学会了各种心机。现在谁不知道他最想加入韩教授的团队？这种没头没尾的谣言啊，8成是在故意气我。既然如此，那他生病住院的事，我们也没必要看。他生病住院了，那资料室那边的工作怎么办？要是再耽误课题，韩教授恐怕会不高兴吧？资料室那边的活能有什么难做？无非就是整理整理文件，大家轮流着来，顺手事儿。现在就怕我们把整理资料的活干完之后，兰州学妹觉得自己没什么用，又要耍小性子。那也没什么办法，我们不可能一直哄，也是时候让她知道，这实验室也不是缺她不可。对，听学长的。穆教授给我发任务了。这么简单的任务，值得你高兴成这样？虽然只是简单的任务，但起码不是脏活。兰州，新的考核评级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。你之前因为陷害慕瑶的事，给韩教授带来了很不好的印象，所以说这次的评语对你来说很重要，知道吗？为了挽回韩教授的印象，我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好好休息。韩教授给我评优秀了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明明团队最脏最累的活都是我在干的，好几次研究瓶颈也都是我突破的，为什么会给我不及格？舒兰舟，你是不是又因为慕瑶成绩比你好，嫉妒作祟，质疑韩教授啊？还有，什么叫最脏最累的活？你只不过是在资料室整理了几份资料，这种活是个人都能干。是个人都能干，你知道这是9万份资料吗？而且我做的远不止于此。行了，这就是你自己表现不佳，韩教授怎么会有错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因为你们这个看不上的活，我得了很严重的胃病。舒兰舟，你有这个力气耍心眼装可怜，还不如多做几个实验啊！走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，也让他们自己尝尝那种滋味。我不知道你在韩教授那边经历了什么，但穆教授从来不会霸占学生的功劳，每一个人的付出，他都会看在眼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很荣幸能进入穆教授的团队。我已经写好了转专业的申请，只要发给韩教授，我在他那边的研究就全部都结束了。小学妹来了。嘉林哥哥，不用订这么好的餐厅了，只是吃顿饭而已，一切从简就好了。不愧是洛嘉林，长相能力俱佳，世家也是最好的，这地方可不便宜，一出手就这么阔绰。专门请你吃饭，当然要隆重了。希望你不要因为最近的事心里不愉快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学姐怎么没来呀？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呢？怎么会呢？她生病了，人在医院。今天吃饭我们就没告诉你。什么病啊？严重吗？我想去看看学姐。她身体一向都好，就算生病啊也不会太严重。况且她今天连骆学长的电话都不接，就算我们想去看望她，那也联系不上她呀。啊，连骆学长的电话都没接啊！学姐她是不是病得真的很严重啊？哼，一听就是装。早上还见她活蹦乱跳，这会儿突然病了，为了博取同情演的苦肉计吧。慕瑶说的对，骆学长，要不你再打一个电话试试，万一兰州真的病得很重呢？对，就你最担心她。要我说，舒兰舟她就是故意的。早上拿骆学长的奖牌给林学妹道歉，现在呢又不接骆学长的电话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就是故意在给骆学长耍性子，还在怪骆学长让他给学妹道歉的事呢。我们先吃，不用管他。之前团队只有她一个女生，是我们太惯着她，让她失去了本分，做事才这么没有分寸。这次就当给她个教训，省得她以后做事更加肆无忌惮。其实我也有错，我突然加入团队，大家对我又关照有加，学姐心里不舒服也是人之常情嘛，所以才会又做出污蔑我的事情来。我给几位学长道个歉。来，这哪能是你的错呢？你呀，就是太善解人意了。兰州要是有你这样懂事，也不至于有现在的事。韩教授，喂，舒兰舟退市团队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退队？
他亲自跟你说的？他要是亲自跟我说，我就不问你。他只是给我发了邮件，一会儿我转给你看。好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敢跟我叫板？我的团队又不是非他不可，更不需要这种品德败坏、使小性子的人。学长，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舒兰舟要退队，刚才给教授发的退队邮件，教授很生气，让我问问他是不是认真的。疯了吧？费尽心思想进来的是他，现在说走就走的又是他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说吧，他就是在耍性子。哦，说到底，他就是一心想把小学妹赶出这个团队，以为这个团队没有了他就转不下去，真不要脸。对，韩教授可是国内最顶尖的实验团队，多少实习生都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我也不相信他想放弃就放弃啊！不对，兰州什么时候在正事上开过玩笑啊？哎，就算他再有情绪，但在正事上，他永远是一板一眼、稳重成熟的，怎么会拿离队的事使小性子呢？难道他真的想退队？都说我不好，学姐肯定是因为讨厌我才要退队的。我这就去跟韩教授说，这个退队申请不能批，要走也是我走。比起刚加入的我，学姐跟你们配合多年，肯定比我更熟悉团队，跟你们也更有默契。就算我通过了考试，也比不上她的。该死的舒兰舟，竟然玩这招以退为进！只要他待在团队里，我就有办法让他干最多的活，得最少的利。等他被教授跟学长们彻底厌弃，就让他灰溜溜的滚蛋。可现在算什么？他竟然自己主动退出。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又漂亮又上进，在学校里面追你的男生那是一大把一大把，但我们的小学妹啊，从来都是洁身自好，一门心思啊就往学习里面钻，不仅不乱搞，还特别懂事儿，不像某些人啊，该退队的另有其人。哪有让你走的道理？这事儿我亲自跟他说。如果他铁了心的要退队，那就随着他的愿。我去吧。他当初能顺利通过考核，有一半都是我的功劳。我倒想问问他，就这样放弃，那我当初为他做的那些又算什么？我跟你一起，跟他在一个团队这么多年，我不能看着他做傻事啊！吃吧。好你个舒兰舟，人不在都能破坏我的饭局，我就知道这几个人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。不行，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彻底厌恶他。对不起啊，嘉玲哥哥，也好心请大家吃饭，没想到就这么被破坏了。要不是我跟学姐闹僵，也不会让你们左右为难了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要怪就怪舒兰舟，以前啊他挺懂事，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。这是莫瑶小妹，确实没错，只能说女人的嫉妒心太可怕，是吧，骆学长？其实咱们团队里面的人都能看出，舒兰舟喜欢骆学长，但是骆学长只把舒兰舟当妹妹。原本啊没什么，大家都相处的相安无事。但是自从慕瑶小学妹一加入进，她又是系花，学校论坛里面很多人都把她和骆学长凑成一对，这样舒兰舟就心生了嫉妒，哎，恨死了小学妹。别乱说，你们都是我学妹，我对你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。真没想到兰州会因为这件事讨厌你，要是这样，我还得向你道歉。不，这怎么能怪嘉玲哥哥呢？我改天就去跟学姐解释，我跟嘉玲哥哥真的什么都没有的。不用跟他解释，我跟谁走得近，他管不着。要是真因为这件事他失了分寸，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。早点离开队伍，省得麻烦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也不会闹得这么僵了。我都说了不怪你，要怪只能怪兰州他臆想太多。好好待在团队，我们都护着你。都听学长的，
嘉玲哥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好了，只要骆嘉玲讨厌舒兰舟，其他人看在她的面子上都会远离她的。这样一来，骆嘉玲迟早有一天是我。吃饭吧。护士您好，请问舒兰舟是在这里住院吗？不知道，你问问前台吧。那个不是穆斯德吗？穆教授的得意弟子，说不定他会认识兰舟。要不要问问他？你忘了他跟咱们嘉林学长不对付，况且韩教授也一直瞧不上穆教授，咱们还是别跟这种人搭话了，晦气。这里是住院部，您不是来探望病人的话，就不要在这里喧哗，影响别人休息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来探病的。哦，那你们怎么连病房都不知道在哪里？我现在就给兰州打电话，他要是知道我跟若是来看他，肯定高兴的不得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若是，你跟兰州关系好，你给他打电话。喂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喂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他这是拉黑我了。这是中医院，你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就不要打扰我们的学生跟病人。你们特意去看他，他竟然不接电话还拉黑你们，千真万确。要不是他故意不接电话，我们怎么会被穆斯德好一顿嘲讽？穆斯德，大家都知道，你跟穆斯德不对付，韩教授也一直瞧不上穆教授。舒兰州还特意去中医院那种地方，中医院可是他们的地盘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无非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吧。说来说去还是怪我，我现在就去给学姐道歉，希望她能原谅我。不准去，他就是吃定我们会去看他，才故意耍这些小把戏。他还是记恨我让他给你道歉这件事上。本来就是他陷害小学妹抄袭在先，现在还好意思跟我们耍脾气。看来只有我给他亲自打电话了。对，兰州一向最听你的，你跟他说两句好话，他肯定听你的。兰州刚才已经把我拉黑了，现在只有嘉林学长能联系到他。他该不会把你也拉黑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兰州以前最在乎嘉林学长了，电话都是24小时为他开机，不可能拉黑他的。对，兰州平时有多重视嘉林学长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肯定是他把手机忘哪个地方，是吧？这就说得通了。那看来兰州也没有拉黑我，只是电话暂时打不通而已。真是错他这些小把戏了。等会儿我就把实验室门锁坏了，让他进不来。等他吃点苦，就知道向我认错了。丁学长呢？我是真的活过来了，不再是那个被关在监狱里，患上抑郁症，幻想着学长们会来接我出狱，重新获得他们跟教授原谅的可怜虫了。专业一换，我要重新开始。醒了。穆学长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刚转院回来，还有很多事情没交代给你。兰州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才晕倒的，以后可不能这么糟蹋自己身体了。我好多啦，谢谢你。我已经有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纯粹的关系了。看见你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医生说你今天就可以出院了，而且以后我们就是室友啦。等会儿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宿舍。辛苦你啦。不辛苦，是有人专门拜托我照顾好你的。啊？是谁啊？没谁，你就当我胡说的吧。
兰州学姐，他身边那个女同学是谁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嗨，只要嘉林学长在，一会儿肯定会溜溜来道歉。他刚才是没看见我，他竟然直接忽略了嘉林学长。以前只要嘉林学长一出现，他的视线就会在他身上。今天竟然……兰州这样真的很奇怪，他是不是真的变了？学姐一定是在闹脾气呢，不如还是我过去跟她道歉吧。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她因为我对嘉林哥哥这么冷。不必，等到他发现自己进不去实验室，被关在门外的时候，会向我们错的。那兰州会不会更生气啊？他那么想见韩教授的团队，又那么离不开我们，怎么可能真的换专业？不过是为了气我们，故意拿奖。只要我们都不理他，甚至不让他进实验室，自然会向我们认错。是不是发现中医没有那么好学？我以为把所有的穴位和功效记住就没有什么难的了，没想到实际操作的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。你以前是搞科研的，难免避免纸上谈兵。你虽然是你们专业的第1名，但日后要是跟不上进度，我照样会把你挂掉。放心吧，穆教授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这套银针不行，课后记得配套适合你的。谢谢穆学长。呦！怎么不见穆学长指点我呀？真不愧是原来医学系的第1名，这么快就学会了。这一套针法我以前至少要学半个学期，竟然这么一会儿就弄出来了。不行，还是不够好。兰州，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？我真的可以吗，穆教授？您能接受我这个半路转进来的学生，我就已经很感谢了。如果再加入您的团队，我怕会不服输。这个没问题，只要你通过考试，你就能加入我的团队。谢谢穆教授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兰州，穆教授的课都已经结束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勤奋？我本来就是半路转进来的，当然要更加的努力了。虽然说考核已经结束了，但成绩还没有出来嘛。万一我不合格的话，那就更得争分夺秒的复习，争取下一次考核。像你这么有天赋又这么勤奋的学生，医学院那边居然愿意放你走。穆教授晚上呀都要偷偷笑开花了。是骆学长，是你们？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怎么连实验室都不回？我特意把门锁换了，想着他来求我，没想到他直接不回来了。我去哪儿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让开！你闹够了没有？自己做错事，还要我们过来哄你吗？学长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让你们哄我。难道你没有给韩教授发邮件，说你要退队吗？我是要退队，怎么了？学姐，你就不要再说气话了。你要是因为跟我道歉的事情和嘉玲哥哥置气，那我跟你道歉可以吗？这件事本来就是你错，你凭什么让小学妹向你道歉？学长，好大一口锅扣在我的身上，我担待不起。你要再继续闹下去，韩教授那边我也保不了你。学长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你保我，退队申请我已经发出去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初你那么想进韩教授的团队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？那我当初为了你做的那些努力又算什么？努力跟我表白被拒，然后利用我拒绝你的愧疚，不断的利用我吗？跟他表白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舒兰州，你少胡言乱语！要不要我把聊天记录发在我们共同的群聊里，让大家都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舒兰舟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，你少蹬鼻子上脸。陆学长，要不是你指责我忘恩负义，我怎么会记起这件事情来？需要我一一举例吗？需要我一一举例吗？杜一凡竟然私底下跟兰州表白过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舒兰舟，就算一凡跟你表过白，那也是他不懂事儿。现在我们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小学妹在我们团队，谁会喜欢你这种心机深沉的女生啊？心机深沉，郭嘉良，论起心机，我怎么能比得过你呢？你说你之前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？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吗？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在针对小学妹啊！哦，原来你喜欢林慕瑶小学妹啊，难怪要为她出头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在为她打抱不平而已。我跟嘉良学长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把他当成哥哥而已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骆嘉玲误会我跟别人的关系。我最终要拿下的人是他。原来是我误会了。上一辈子，郭嘉良一直起哄说我喜欢骆嘉玲，其他人信以为真，用这件事情取笑我。后来骆嘉玲跟林慕瑶在一起，别人都说我是因为嫉妒陷害她。这一世，我要让郭嘉良也尝尝这种滋味。算了，还是让我来跟他说。兰州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当时韩教授因为你陷害小学妹的事大发雷霆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让你去道歉的。学长，是林慕瑶拿枪逼着你们，让我跟他道歉吗？舒兰州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当时对你做了那么多，你现在说退出就退出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帮了我很多。方学长，你的硕士论文方向是谁帮你定的？你的硕士论文是兰州帮的。我当时帮他整理的资料，难道他就不应该投桃报李吗？是啊，所以之后学长要是有什么脏活累活，只管让我帮你干就行。毕竟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这个道理我懂。有时候林慕瑶的招数确实好用。最近这个手头有点紧，是不是该催债了？你还问兰州借钱了？你们到底对兰州做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？嘉玲哥哥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。要不是我惹学姐生气了，她也不会跟几位学长翻旧账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因为我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跟几位学长之间的矛盾都是过去式了。既然你不说，说明你根本不在意。现在你就不应该生气。况且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只把你当妹妹。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别装傻了，大家都知道你喜欢我，我对你没有那意思。你以后不要因为这件事再针对小学妹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喜欢你了？该不会郭嘉良嚷嚷了几句，你就信以为真了？舒兰州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韩教授认错道歉，然后马上归队。你这样不会引起我的注意，只会让我觉得更加讨厌你。看来你对喜欢的定义跟大家不一样。舒学妹看你都是绕道走，像躲垃圾一样躲着你，你管这种唯恐不及的行为叫喜欢？你管这种唯恐不及的行为叫喜欢？我跟兰州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也是我学长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你竟然为了他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！我只是让你放尊重一点，并不是谁都要当你的跟班。走狗！舒兰州，你内涵我是吧？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该顶撞骆学长。兰州，你想清楚了，再这么执迷不悟，
我们可都要让你离开实验室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不必了，我去意已决，你们请回吧。学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愿意退出团队，你不要再为难几个学长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你的错，该退出的另有其人。真要把他逼走，你才甘心吗？舒兰舟，这就是你想要的。你们误会了，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林慕瑶待在你们身边。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们因为林慕瑶作弊造假，被万人唾弃，甚至锒铛入狱的那一天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没有半点要逼你离开的意思。就算你退队了，我也不会回来的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好好待在学长们的身边。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怎么我现在都看不透他了？学姐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回来跟我们一起的，你就不要再生学长们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保证不会再让他们过多关注我而忽略了你。你真以为拿离开团队威胁我，就能为所欲为吗？舒兰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离开韩教授的团队，有哪个地方敢收留你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在事情没有闹大之前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等到没有一个专业要你的时候，你连毕业都是个问题。要是你被踢出韩教授的团队，所有人都会嘲笑你。别任性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赌气，就葬送了自己的前途。快跟大家道个歉，回来吧，兰舟，没有人会接收你的。兰舟，你通过考核了，你可以加入穆教授的团队了。真的，我真的可以加入穆教授的团队了。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兰舟，欢迎加入。谢谢穆学长。舒兰舟，你来真的呀？我已经跟韩教授提出了申请，也通过了穆教授的考核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字听不懂，非觉得我是来假的。你是不是报复我？那么多专业，你偏偏选的穆教授，偏偏选穆斯德当你学长。我选针灸是因为我喜欢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你放开我！你知不知道穆教授和韩教授有矛盾？穆教授一直抢韩教授学长。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，到头来发现自己不过是穆教授报复的工具。舒兰舟，你竟然对陆学长动手！谁让他一直抓着我不放？我只是告诉他什么叫尊重而已。穆学长，我们快走吧，穆教授应该等急了。舒兰舟，你给我站住！他想走就让他走算了，真以为我们没他不行吗？是啊，等他在那边做不出成绩，自然就知道回来求我们。我们现在有小学妹，舒兰舟本来就可有可无。那么多人看着呢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对不起，嘉玲学长，都是因为我才让你们反目成仇的，我会再去找学姐求情的。没必要，他要走就走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回来求我。马上就要医学知识比赛了，我们团队必须要拿下大奖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大家都把精力放在比赛上。我要去管舒兰舟的事。听学长，听学长了。你故意跟穆斯德走得那么近，也是为了气我吧？可惜我不会如你所愿了。我们走。今天的医学知识比赛时间已经公布了，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？今年着重创新，所以从命题开始就必须要夺人眼球。作为新成员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觉得可以把细胞学和针灸学结合起来。很大胆，你继续。抱歉，
我之前一直主修的是细胞学，虽然最近一直都在恶补针灸学的知识，所以知识储备肯定是有很多缺陷的。不，你说的很好，虽然大胆，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。大家鼓掌，鼓励一下他。不愧是之前降维打击赢过我的女人。虽然大胆，却有可行性，加上你的细胞专业学知识，这次的比赛很有看头。太好了，我们得了知识竞赛大赛的特等奖。狮子领奖，我打算让小学妹上。为什么？这次的比赛项目从选题到定稿都是我在提供核心思路，是我一直在查找资料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内涵我们没出力的。舒兰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邀功了？要不是我们特意给你这次机会，你根本就没资格参加这次大赛。兰舟，你这次确实过分了，小学妹很多项目上都出力了。这次就先让给学姐吧，我无所谓的，我可以下次努力。我绝不允许你抢走小学妹的名字。这次领奖就让她上。她无论台风还是样貌都比你强，你每天就知道埋头实验棒，让你去，那不是给我们丢脸吗？走。上一世我殚精竭虑，差点累倒在实验室，研究结果却被林梦瑶窃取。这一次我要堂堂正正的拿下比赛的桂冠。把我的实验数据拿来，再做一份简单分析。兰舟，嘉玲哥哥，学姐已经转专业了。无所谓，他做的都是简单的事，谁都可以替代。慕瑶，帮我做一份分析，我一会儿要用。放心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嘉玲哥哥，你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不是说要一份简单的吗？怎么做的这么冗杂？嘉玲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要详细的，所以擅自做主。学术上的事，不要自以为是。我怎么说，你怎么做。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骆学长，小学妹怎么哭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教她一些常识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让你们在资料室做的资料呢？那些资料实在是太繁杂了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搞不完。除非我们几个现在废寝忘食，才有可能在比赛之前弄。但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论文进度就赶不上了。唉，以前整理资料的活儿都是兰州干的，怎么他就能做得又快又好？既然舒兰舟能做到，我们一定也能做到。大家都抓点紧，马上就大赛，我们团队一定要拿特等奖，为韩教授争光。听到没？这种资料整理实在是太繁琐，要不，我们让小学妹来做吧。反正她现在也没有什么贡献啊。哎呀，不行，这种脏活累活怎么能让小学妹干呢？她就给陆学长打打下手就好，是吗？要是兰州还在就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了。哎，要不然我们把兰州哄回来吧？他都已经去别的专业了，怎么哄回来？大家各司其职，做好自己的事。那是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想让他认错，说不定我们态度好点，他就愿意回来。那我现在联系他。可学姐都把我们拉黑了呀！
没事儿，我有我们6个人的群聊，兰州也在群里。他们竟然还有背着我的小团体，舒兰州，我可真是小瞧你了。哎，他退群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看你不是很高兴。没什么，他们叫我回去呢。那你回去干什么？继续给他们做苦力？你还真猜对了，他们参加大赛的课题需要极大的资料检索，那个活啊又累又繁琐，估计是找不到合适的小配工，就又想起我来了。以你的才华，不应该这样被对待。怎么了？学校的论坛上，韩教授的团队公开发帖，最终考核的名单里没有我，意思就是告诉全校人，我是被他们踢出团队的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大张旗鼓的欢迎林慕瑶的加入，估计是在报复我刚刚退群的事吧。你想公开吗？公开什么啊？我已经向全校发布通知，公开你加入穆教授团队的事。其实我加入韩教授团队这件事情，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公开的。公告热度已经很高了，兰州肯定也看见了。就让他看到之后，知道我们不会再惯着，能够回来跟我们认错。又是为了舒兰州，他都离开了，还能给我找不痛快？等我在大赛中大放异彩，这里将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君越那边发公告说什么了？穆教授竟然也公开了兰州加入他的消息，这不是故意跟韩教授叫板吗？舒兰州呢？他竟然真的加入了姓穆的团队，他在想什么呀？教授，我们劝过你，但是没劝回来。从来都是我抢他的学生，这还是第一次让他抢了我的学生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别人在背后怎么笑话我？说舒兰州1队之前的成绩是全系第1，我连第1名都留不住。对不起，教授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次的医学知识大赛，中医院那边不参加，你们必须赢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参加医学知识竞赛的过来抽签了，这将决定你们出赛的顺序。慕瑶，你来抽，你运气最好。放心吧，嘉玲哥哥，我一定给团队抽个好签。兰州，你来干什么？教授您好，我们是中医院团队。我看过你们提供的初稿，很有创意，期待你们能够入围。兰州，你来抽签。偶像，你来抽。兰州一向运气不好，让他抽签，就等于输在起跑线上了吗？闭上你的狗嘴，这里没人想听你狗叫。小学妹，你去抽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运气。那我就让让你们，毕竟你们也就只剩这点运气了。嘉玲哥哥，学姐说话太过分了，我不抽了。兰州，你一定要跟我作对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自我意识太过上了。医学知识大赛我每年都会参加，并且每年都会得奖。而我上一辈子参加的最后一届比赛，却被他们逼着将荣耀拱手让给林慕瑶。我耗费了上千个日夜的努力，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觉得你不该走弯路。我走弯路？兰州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也知道你因为小学妹的存在气不过，所以想跟我们针锋相对。但这些后果需要你自己承担。为了那点嫉妒的小心思，赌上自己的前途，值得。真是神经！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力，没用的。没有了我们，根本赢不了大赛。好啊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赢不了。前世我甘当辅助，帮他们拿下一次又一次的荣誉，他们却当作理所当然，甚至觉得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。这一次，就让他们看看清楚。走。就算学姐加入了对方的团队，也赢不了我们的。
况且我刚刚偷偷在老教授那里看到了学姐他们的选题，我觉得不怎么样嘛，估计连预赛都进不了呢。学姐他们的选题是细胞学与针灸学联合治疗的研究，一听就不怎么样了。大赛规定不许打听偷看别人的参赛作品，不知道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知己知彼。学妹也是一片好心。再说了，舒兰州的选题一听就没有架势，肯定过不了预赛。小学妹也是为了我们好，别再怪她。如果不是舒兰州咄咄逼人，小学妹也不会这样。说到底啊，还是不该让兰州走。这次就算了，牧羊，你要记住，大赛规定很严格，你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嘉玲哥哥，我下次绝对不会了。不就是偷看个标题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这些人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！我们的选题已经定了，韩教授说大方向很好。我让你们找到资料吗？都找到了吗？多给你们1星期时间，一点进展都没有吗？骆学长，你是不知道那个资料室有多大，光是那些书我们都找了好几天了，那么多资料肯定整理不完。我们真没偷懒，这几天都泡在资料室，确实没什么头绪吗？是啊，我们这几个人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，我都快饿出胃病了。真不知道兰州以前怎么整理的，把资料整理的井井有条，骆学长要什么就能立刻找到出处。原来兰州曾经这么辛苦。舒兰州人都走了，既然都让大家怀念起他来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代替他。不就是整理资料吗？我来。嘉玲哥哥，以后这件事情我来干吧。你愿意干这种后勤的活？再苦再累，只要能帮到嘉玲哥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要是兰州能像你这么懂事就好。我也并不是非要兰州离开，只是他的喜欢困扰我。骆家书香门第，兰州只是一个农村来的小姑娘，她勤奋能干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。可她竟然偷偷喜欢我，为了断绝她的念想，我只能亲近你。希望这次事情能让她放下对我的执念，那个时候我会亲自接她回来，她还是我的好学妹。学姐都是因为我才离开的吗？我在所不辞。好了，舒兰州，等着吧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嘉玲、韩教授，你的研究成果、医学才女的名号都是我的。这个骆嘉玲怎么回事儿？一口气要这么多书目，这怎么能找到嘛？资料室的内容挺全的，我对这里比较熟，你有什么要找的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多亏了你，帮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。学姐，你终于来了，能不能帮帮我呀？学姐，你终于来了，能不能帮帮我呀？你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可我是在帮嘉玲哥哥呀。学姐，就算你再怎么讨厌我，难道还能亲眼看着嘉玲哥哥孤立无援吗？孤立无援？他不是有你这个好学妹帮他吗？该不会你什么都不会吧？我也是好心，想着让你帮嘉玲哥哥这件事情跟他和好，你就这么喜欢给我泼脏水吗？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谈不上什么和好。你就是穆学长吧？我很久就听闻过您的大名，能不能帮我指点1、2啊？不可以，这里很吵，我们换个资料室。听你的。5个学长都拜倒在我的16群下，这个穆斯德竟然不为所动。难道他是觉得舒兰州比我好？简直笑话！怎么了？我刚才看了一眼他拿的书，跟实验室那边要的资料呀，南辕北辙。虽然书名相差不大，但内容啊相去甚远。估计骆嘉玲啊是等不到他想要的资料了。
你很关心洛嘉玲？只是想看笑话。嘉玲哥哥，我还特意多给你找了2本书呢。那些书目都是很多年前的老资料了，我找了很多类似名字的现代书籍。嘉玲哥哥肯定能夸我的干。这些都是你，没有一本是我想要的。可我都是按照你给我的清单找的呀。我让你去找麦德森教授的细胞学基础，你找的是？这也是麦德森教授的现代细胞学吗？这根本不是一个麦德森，一个是近代，一个是现代，你连这点区别都看不出来吗？骆学长，怎么了？突然这么生气？我让慕瑶给我找资料，他找的全是错的。哎呀，这也不能全怪慕瑶，最近经历事太多了，难免有些累嘛。整理资料远比我们想象中要难，当时我们4个都没能完全整理好，慕瑶出错也是情有可原。是啊，这么累的活还是不要让慕瑶做了。大赛马上就开始了，我急需要这些资料。这样，你们4个去资料库给我找，慕瑶留下来给我整理实验数据。都听学长的，院长。接下来我就能一直陪着嘉玲哥哥了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说不定到时候我大奖跟男人双丰收。没想到资料室的活这么累。对呀，这几天我都没怎么睡，太困了。为了找份1几年的资料，我到现在才正经吃饭，胃病都饿出来了。对呀，而且我们这么累，报销奖金竟然1个都没有。真不知道以前兰州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哎，走，吃吧，先吃吧。哎，你们准备好个人赛项目了没有？我的初稿已经完成了。啊？你们都这么迅速的吗？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没事儿，只要团队赛获奖了呀，照样有奖金。前世我帮他们5个得了特等奖，他们让林慕瑶抢了我的功劳不说，连奖金都没有给我1毛钱。还好穆教授很讲究公平公正，不会让任何的学生受委屈，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。这一次必须拿回属于我的荣誉。咱们去吃饭吧。兰州，兰州。这些天你过得还好吗？我挺好的，不过你们看着倒是挺憔悴的。兰州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们说话呢？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兰州，要不大家一起吃点？是啊，我们刚点了羊肉火锅，咱们一块儿吃。你不是最爱吃羊肉了吗？抱歉，我羊肉过敏。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肉面，等会就凉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羊肉过敏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不是最喜欢吃羊肉了吗？那是因为你喜欢吃羊肉，我又怕其他的学长会不喜欢膻味，所以说我喜欢吃，懂吗？原来是这样，骆学长不喜欢羊肉的味道，所以我那时候不敢说自己喜欢吃羊肉。原来兰州是为了我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看来他在针灸科混得挺好的，跟穆斯德他们混得很熟。资料室的活真的快把我逼疯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让兰州回来？要不我们让骆学长跟韩教授说一声。好，我回去就跟骆学长说。没了兰州，再也没有人在骆学长和韩教授面前替我说好话了。我不能被团队边缘化。你们的意思见到兰州了？而且我们都觉得没有人能比兰州更适合资料室工作了。他有说过什么吗？没说什么，好像当我们不存在一样。他当时跟针灸科那几个人在一起，根本都没多看我们一眼。先是换专业，后是跟穆斯德他们混在一起，他就是在报复我们。说什么？兰州跟穆斯德在一起？何止啊！他俩还默契的不行。要不是知道他暗恋学长你，我都以为他俩谈恋爱了。
我上次在资料室也碰到他们了，我一开始没敢说，怕学长们觉得我是在搬弄是非。既然大家都亲眼所见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学姐她好像对穆学长有那方面的想法，我只是问一下资料的事情，学姐就对我严防死守，生怕我跟穆学长多说一个字。太混了！既然换了专业，就应该努力学术，怎么能去谈恋爱？我得去找他问清楚。他就算换了专业，我也不能看他走弯路。你不是我们科的同学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兰州。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，别耽误其他同学学习。冷静一点，很快就要参加大赛了。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还要回去写论文。你跟穆斯德在一起吧。生气。既然换专业了，就要好好学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。不管是恋爱和学习，都和你没关系。大家都在等你，不要为了无关人士费气。苏兰州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你为了他三番两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在我这儿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舒兰州，你真是变了。我原本要过来劝你归队，没想到你是彻底堕落了。堕落？我倒是觉得他变聪明。我跟兰州说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兰州，你看他凶我。你干什么？穆学长只是帮我说话而已，你凭什么凶他？你跟穆学长道歉！道歉？你让我跟他道歉？如果你不跟穆学长道歉，以后都别出现在我面前。穆学长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兰州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在装可怜。这次大赛一定要赢了穆斯德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他会这样攻击你。没关系，反正你也没替他说话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把精力放在接下来的大赛上。他们只知道你加入穆教授的团队，会参加团队赛，不知道你也会参加个人赛。只要你拿下金奖的桂枝，就不会再有人低看你了。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。你一定可以的。苍云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生气啊？是不是学姐跟你说什么了？以后别再跟我提舒兰州归队的事，他以后彻底跟我们没关系了。怎么了？兰州还是不愿意回来吗？他竟然连学长的话都不听，看来是铁了心要离开我们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的大赛也不用手下留情了。看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不要把心思放到舒兰州身上，多培养小学妹呢。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赛马上就到了，现在交上来的还只是初稿。是因为学姐退队的事情，大家心情都很不好，所以能够理解。舒兰州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看我们的笑话。他以为他有多了不起啊？这个团队不缺他一个人，他也不是核心人物。现在有了慕瑶的加入，完全可以代替他。我刚得的消息，舒兰州这次不仅以团队成员的身份参赛，自己还参加了个人赛。他参加个人赛，这简直胡闹！况且他之前是靠团队成员身份，靠着大家的努力才获得入围的。要是参加个人赛，怕是连预赛都进不去。所以啊，你们必须赢。如果这一次我输给信木，你们都给我回家种地去。好的，教授。舒兰州竟然要参加个人赛，这是故意跟我们挑衅呢！他明知道个人项的奖项基本上都由我们实验室来包了，还要跟我们竞争。他又没什么能力，也得他竞争得过才行。我觉得兰州用处还是很大的，起码在整理资料方面，他还是很有效率的。
兰州这次是再也回不来了，就算帮他说话，我也讨不得好。只不过是整理资料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啊。他呀，根本没有独立参加比赛的能力，以前只不过是仗着我们的优势得了几个奖，他还以为他自己很厉害呢。就连最向着学姐的若史学长都看不下去了，看来这次学姐做的真的很过分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全力准备比赛。慕瑶，我手把手教你，让你在比赛中大放异彩。我让舒兰州知道，他的成就都是拜我们所赐。我们可以捧他，也可以捧别人。没有了我们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听学长，听学长的，都散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让你做的实验数据，拿来。放心吧，嘉玲哥哥，你的实验数据完美符合你的研究。这根本不是我的实验数据，你在造假吗？嘉玲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就是你的实验数据啊！你看清楚，这是20年前一个美国生物学家做的基因实验，跟我们细胞学完全不沾边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。小学妹最近太辛苦了，这次就别怪她了。是啊，还是赶紧先想办法解决吧。啊，而且我们现在进度落后，别到时候真的输给舒兰州的嘛。哎，我也觉得小学妹是有能力的，只是一时间难以适应。骆学长，我们应该给小学妹一些时间，别急着跟她求情。交给你们的任务都完成了吗？嘉玲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要不我重新做一份吧。你知不知道整个实验都要重做？我本来时间就不多了。你放心，我都通过了韩教授的团队考核，这些对我来说很容易的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几位学长的任务，如果要是没有完成的话，都可以一并交给我。小学妹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就说啊，小学妹比舒兰州强太多了。嘉玲哥哥，你就别生我的气了。这次比赛，我们必须包揽团队奖跟个人特等奖。你连续2次出错，我们已经时间不多了。舒兰州走之前，不是还留下一个课题吗？我们团可以用 AI 机器人在手术中的应用来做文章。不行，那个实验我们根本没有设计过，而且那是舒兰州的主意。那又如何？他只是出个点子而已，具体的实验数据还需要我们去设计。嘉玲哥哥，难道你就想看到特等奖无手让人吗？我认为啊，小学妹说的对，拿奖才是正事儿。韩教授已经耳提面命了很多次了，要是我们拿不到奖，就真得滚蛋。况且，舒兰州只是提了个点子，点子嘛，谁都能提，又没有申请专利，凭什么不能用他的想法呢？而且兰州现在已经加入了针灸学，跟我们现在专业完全不沾边。就算我们用他的点子，应该也没什么。好，那就听大家的。你放心吧，嘉玲哥哥，我们肯定会拿奖的。不过你记住，之前犯的错误绝对不能犯第2次，尤其几位学长的重要任务，你一定要好好完成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交给我，肯定比舒兰州完成的更出色。对了，这次我们团队临时要更换选题，你们说到底选什么好呀？我建议保险起见，还是做我们最擅长的伤寒杂病。其实今年的大赛既然以创新为主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大胆一些。你说说，之前你提出的细胞学和针灸学的结合，穆教授很是欣赏，只可惜组里的审核没有通过，觉得风险太大。
我其实很看好你这个课题。没关系，那个我已经当做个人课题了，并且通过了预赛。你放心，你肯定能看到我继续研究下去的。不过我们小组课题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往机器人方向去做。机器人？机器人？这也太大胆了吧！我在转专业之前，跟那边的团队就建议往这个方向去做，毕竟医学也要跟时代相接轨嘛。用来做校赛创新，再合适不过。我倒是赞同，只是你已经将这个点子给了那边的团队，会不会冲突？兰州已经离开他们团队了，要是再用这个点子，那就太不要脸了吧。没关系，那个时候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，只是提出了一个点子而已。但这一次呀，我想得很仔细，我们可以做纳米机器人在中医临床中的运用课题，不会跟他们冲突的。不行，你们不能用这个课题。不行，你们不能用这个课题。怎么又是你？每次都偷听我们讨论。怎么，那边的团队容不下你这顿大佛吗？非要往我们这儿挤？机器人这个课题是你之前留在团队的，你怎么能给中医院呢？只是一个点子而已，并且还是我提出来的，凭什么不能带走？总之，你不能用这个课题，不然就是在跟几个学长作对，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如果不想被保安赶出去，我建议你马上离开。凭什么？资料室是你家开的？还真是他开的。穆学长向来低调，不像你们那个骆嘉玲，人人都知道他是学阀后代。学校的大部分图书馆、资料室都是穆家捐赠的，却无人所知。他竟然是穆家的。原本以为骆嘉玲才是最适合做金龟婿的人，没想到穆思德竟然更优秀。不行，我必须拿下接下来的大赛，让穆思德对我刮目相看。哼，看来只能耍点手段了。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参赛选手入场。快看，是骆学长的团队。今年舒兰州退队了，唯一的女队员只有林慕瑶了。听说还是个系花，的确长得很好看呢。要是他们今年能拿奖，那林系花可就风光了。那肯定啊，骆学长的团队每年都是特等奖，而且个人也是。嘉玲哥哥，大家都很看好我们的。这次奖项一定是我们。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参赛选手落座。只要这次奖项还是我们的，辛苦都是值得的。骆学长，听说你之前实验卡住了，会影响得奖吗？一开始我真以为我的实验要失败了，幸亏慕瑶及时提醒我，给了我一份完美的实验数据，我才发现我的假设都是成功的。这次的实验竟然这么成功，那说明我们肯定能像以前那样包揽特等奖。之前舒兰州在的时候，实验数据都不知道要重复确认多少，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。还是小学妹啊，有能力。只要这次我们能证明没有兰州也没什么关系，他就会回来求我们了。这次大赛迎来了一支全新的队伍，让我们欢迎中医院由穆思德同学带领的团队，他们以超高的分数跻身决赛，热烈欢迎！他们以超高的分数跻身决赛，热烈欢迎！你别看他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其实他最讨厌这种场合了。今天也不知道是给谁面子，竟然当众露面。以前他可是领奖都不出来的。连骆嘉玲这种自诩清高的人都不会放过上台领奖这一刻，他竟然不愿意领奖。我以前只知道中医院有个天才，经常压骆嘉玲一头，
但骆嘉玲是韩教授的弟子，韩教授毕竟地位高一些，所以这么多年骆嘉玲都是略胜一筹，拿特等奖。不过穆斯德好像确实从来不在意这些宣语。前世我明明带领团队得了无数次奖，但没有一次站上过领奖台。一开始他们说我木讷，不适合万众瞩目，可后来林慕瑶也来，他们就立刻将他推到台前，享受所有的掌声和荣耀。哎，兰州，你看，你之前那几个学长一直在看你，让他们看，没必要理会他们。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选手落座。兰州，恭喜你啊，通过了预赛。我知道你加入了穆斯德的团队，一定沾了不少光，所以想表现自己，迫不及待参加个人赛。但是穆斯德也无法赢你，所以我劝你最好放平心态，不要被自己的嫉妒所吞噬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都不屑于跟我们争辩了是吗？没关系，等我们包揽所有奖项，学姐他们就不会这么吵了。无论哪方面，穆斯德都比不上我。他为什么选择不告他呀？这个骆嘉玲该不会喜欢舒兰州不自知吧？不然为什么会对穆斯德这么有敌意啊？不得不说，学姐跟穆学长还挺般配的啊。其实学姐一开始喜欢的是嘉玲哥哥你，她可能是用穆学长来疗情伤吧。喜欢？他不过是从乡下来的，我一开始把他当亲妹妹对待，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他竟然小小的当我女朋友，我不得不给他一个教训。没错，骆嘉玲是我所有男人的疼爱，所有的科研资源都是我一个人。今年我们来点开门见山的，直接宣布团队特等奖。根据评委老师的点评，今年的团队特等奖创新非常大，并且与人工智能深度贴合。人工智能？哎，那肯定是我们团队了。恭喜我们中医院由穆斯德同学带队的舒兰州、何思欣同学获得本次比赛的特等奖。怎么可能？人工智能是我们团队的。不好意思，林同学，我们是专业团队，是不会出错的。而且中医院这次采用的也是人工智能意图，而且表现的比你们还要出色。不过还是恭喜你们取得了1等奖的成绩。他们凭什么能用人工智能的议题？这分明是我们团队的核心研究方向。他们是在抄袭。我们用人工智能叫抄袭的话，你怎么不说我们用汉字也是抄袭？林慕瑶怎么回事？连抄袭这么大的罪名都随便往别人身上扣，是不是之前被诬陷抄袭，所以现在变得特别敏感？闭嘴！你想让大家看你笑话？我只是替你打抱不平，我们明明可以得特等奖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特等奖团队上台领奖。感谢大家。感谢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医学知识大赛。在这里，要特别感谢舒兰州同学，如果不是他的大胆提议，我们也不会获得这个奖项。好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特等奖团队下台就座。看来这个舒兰州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也不一定，人家穆学长本来就很厉害，说不定只是沾光了。要是舒兰州真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被踢出韩教授的团队？但是这次穆学长可是赢了骆学长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舒兰州和思德学长组队怎么也不亏。
接下来有请1等奖团队上台领奖。嘉林哥哥，没关系的，1等奖也挺好的，待会儿能跟我们一起上台领奖吗？只是个1等奖，有什么好上台的？你还嫌不丢人吗？我只是怕别人会觉得你输不起，况且你的实验不是有很大突破吗？特等奖肯定是你的，你现在要是不上台，他们肯定会说闲话的。我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不领奖岂不是浪费了？就算是3等奖，我也要上台。怎么一副没领过奖的样子？这也太上不得台面了。人家可能就是第1次领奖啊，表现的有点猴急了。舒兰州不也是第1次领奖？人家怎么表现得落落大方？没听穆斯德说吗？人家舒兰州啊，点子都是他想出来的，人家有那个本事呗。林慕瑶，这就是你非要领奖的后果。嘉林哥哥，我也不想的。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个人奖项颁奖环节。据说这次个人奖项特等奖的得主啊，可谓是震惊了整个医学院，而且取得的成果十分大胆。至少我还有个人特等奖，韩教授应该不会太失望。个人特等奖得主就是舒兰州同学。这不可能！我的实验成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，特等奖应该是我的才对。抱歉，经过主办方激烈的讨论，您的作品确实很优秀，但舒兰州同学提交的作品可以说是石破天惊。要是没有他，您可以是当之无愧的特等奖。我要求公布所有论文，我怀疑有人作弊。骆嘉林，随意指责别人作弊是需要有证据的。你曾经亲自逼我跟林慕瑶道歉，怎么？轮到你自己身上，就可以空口无凭的诬陷别人了吗？胡说八道！一定是你们作弊，不然怎么可能赢得了我的团队？要是有什么质疑，可以直接上报学校。我现在就要求你们响应我的学生骆嘉林的号召，公开所有参赛者的论文，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对，既然有人反对，就应该狠狠的严查。如果不是做贼心虚，为什么会害怕公开呀？我们强烈要求主办方给我们一个公道。我就是主办方，这次大赛是为整个医学界选拔人才，绝对公平公正。竟然是华佗杯创始人、诺贝尔奖得主、医学院的泰斗院士。院士，恳请您一定为我们主持公道。既然你们有人质疑，那就公开论文吧，科研就必须经得起质疑。我没有意见。我也没有意见。对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们不再怕的。这不可能！舒兰州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科研实验能力？我有幸参与了评定，这位舒兰州同学的确令我大开眼界，无愧于天才的名号啊！我知道了，都是他搞的鬼。他家世显赫，为了追求舒兰州，双手把奖项奉上，只为讨他的欢心。其实这些年来，学校是有过黑幕，不过黑幕都是向着你们团队。说什么？你的导师韩教授确实是个角色，抢尖子生、抢项目、压榨学生、结党为私，什么事儿都做。以前你和穆斯德的竞技中，其实你已经显摆，但是你的好导师为了成全自己的名声，四处拉帮结派，才有了你的特等奖。
这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如果要说穆家干扰结果，也的确是啊。大赛之前，我们就收到了穆家的赞助，但是穆家千方百计的要求，这次大赛必须公平公正，绝不允许韩教授之流来干扰结果。所以，舒兰州同学他们的成就，光明正大，合情合理。好。等等。他们的团队数据有问题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他们的论文有造假的嫌疑。他们的论文有造假的嫌疑。不对，这些实验数据很眼熟。像是一个国外的医疗团队以前做出的假设性实验，根本就无法实现。这不可能！这些实验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，数据也是小学妹帮我记录的，不可能有假。想要证明很简单，现场复现你的专业就可以。骆嘉林，你来做实验；林慕瑶，你来记录。看看数据到底是不是作假。慕瑶，我们现在亲手给大家复现一次。学长，对不起啊，你的那些数据，我可能做了一点艺术化的处理。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也是看你一直没有突破，想着帮助你一下。所以你就帮我实验造假？我没有造假，我只是把数据稍微润色了一下。你不是也快成功了吗？跟你说了多少遍实验不能造假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那我们的论文，你是不是也？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呀，我只是在把你们交代好的任务完成好而已。把他们的论文给我严查，若是真有作假的地方，按照校纪校规严肃处置。我们这么信你，你竟然要害我们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我毕不了业，我饶不了你。周周，对不起，是我低估了你的实力，回来好吗？是啊，兰州学妹，我们错了。对啊，你快回来吧！啊，是学长们错了，不该那样对你。我求求你回来帮帮我们吧。我当时应该坚持帮你说话的。兰州，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早在你们逼我跟林慕瑶道歉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这个林慕瑶才是个抄袭惯犯啊！说不定舒兰州之前根本就没有冤枉过他。舒兰州才是被冤枉的，他还被赶出了团队。这些人真是咎由自取。不，我没有，是他诬陷我。我只是借鉴了一下他的论文，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抄袭呢？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招进团队。你竟然真敢抄袭，你知不知道会害死我们的？我们竟然因为这样的人赶走了兰州。兰州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兰州，我们之前错信他人，误会了你，你还能回来吗？不能！不要以为你们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林慕瑶的身上，你们就是无辜的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妹妹，但每次利用完我以后就一脚踢开。试问，你就半点不羞愧吗？田华，自从我进队以来，你就卖惨跟我借钱，我心软借给你，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可后来，那些本该分给我的奖金，你有分给过我1分吗？还有你，
之前骆嘉玲看中我的时候，你便把我捧到天上去。林慕瑶一来，你就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把我一脚踢开，这也就算了，还三番四次的落井下石。杜一凡学长，只是因为我拒绝了你的表白，你便觉得我是欠了你的，无数次利用我给你当工具人，让我替你收集资料做笔记。林慕瑶一来，你就借她的存在打压我，这就是把我当亲妹妹吗？兰州，我们可是同根同源的。是啊，我们同样出身小镇，所以惺惺相惜。但你敢说，你没有借林慕瑶打压过我吗？甚至还在我离队之后，还想着榨干我的剩余价值。你知道吗？我之前以你为榜样，梦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。但在今天之后，我看清楚了你的真面目，我以你为耻。兰州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都是被他蒙骗了。蒙骗？你那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被他轻易蒙骗呢？你只是心甘情愿的被他利用罢了。你们都是。周周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我是喜欢你的，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，后来看见你跟穆斯德每天在一起，走得那么近，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。我喜欢你，兰州，你回到我身边好吗？你不是也喜欢我？抱歉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这种眼高于顶、自恋到底的人。你之前说我故意找关系让舒兰州得奖，是为了讨好他，追他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前半句是谣言，后半句是真的。我的确是在追舒兰州，所以你还不够格做他的追求者。舒兰州离开这原来的团队之后，事业爱情双丰收啊！果然，优秀的人到哪里都有追求者。他这种实力，我看了都垂涎欲滴。学姐，先别不要看得太死啊，带带我这个小学妹吧，我保证不绿茶。周周，我们之前每天在实验室相对那么多天，你跟穆斯德才刚刚在一起组队，我知道你在生我气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以后不会这样了。韩教授，你涉嫌漏用公款，收取学生费用，严重干扰了科研秩序，经我们调查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说什么？我可是医学界的泰斗，你们竟然敢对我调查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姓穆的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长袖善舞这么多年，大家早都看过。要是你真的清白，又何必害怕别人调查？你搞害！放开我！这都现场来抓人了，肯定是证据确凿啊！韩教授的团队有毒吧？从上到下都是学术不端的人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周周，我之前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回来吧，好，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你还是担心一下你学术造假的事吧。还有你们，等处分下来，你们都不一定能毕业。刚才不是把韩教授已经抓走了吗？现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都是林慕瑶造的假，我们不知情啊。韩伟成因为证据确凿，所以直接抓人。你们几个的严重程度，学校会派专人来查的。至于你们说不知情，自己的论文自己不上心，就要负责任。我们该不会被开除吧？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之前跟你强调了那么多次，你为什么还是犯这么严重的错误？是你们自己要相信我的。
你们之前不是还说我比舒兰州强吗？怎么现在又变了呢？卡你鼻子上周周，你好大的脸！你当时就不应该相信，要不是骆嘉林一直偏袒你，我们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你是在质疑我吗？是又怎么样？要不是你，兰州他能离开吗？都是因为你。住手！保安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兰州，虽然我们都有错，但你不能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啊！我以为你改好，没想到嫉妒心还是这么重。之前你诬陷慕瑶抄袭论文，我们勉强原谅你，让你将功补过。没想到你怀恨在心，竟然还想要报复我们！我不会原谅你们，因为对你们宽容，就是对曾经受苦的我残忍。不管你在不在乎，余生会慢慢赎罪的。没必要，你这种人的喜欢，一文不值。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兰州也不可能不原谅我。都是因为你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道悔改吗？穆学长是很好的人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诋毁他。兰州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愿意听林慕瑶的挑拨，不该那么伤害你。我不会原谅你的，骆嘉林，还有你们，好自为之吧。还有你们，好自为之吧。嘉林哥哥，学姐已经不要你了，但你还有我呀！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如此下场。你到底是怎么通过专业考试的？能力差成这样！要是赔钱罚款，我饶不了你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就不该对你好。你连兰州半个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努力了这么久，现在因为你这个女人，功亏一篑。别讲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要是被开除了，你也要受处罚。要死，大家一起死！重新开始的感觉真好。兰州，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认真的，不仅仅是为了帮你出气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学长，但真的很抱歉，我现在只想投身于医学事业，不想因为感情耽误自己的理想。我不会打扰你，更不会拖累你，只要你需要帮助，我都会在。以后的事就交给时间去定夺，但现在我知道的是，我的未来是星辰大海。